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谭松韵失手，陈小云逆袭成最大亮点，蜀锦人家精彩演技全揭秘。作为近年来屡屡拿下观众心的女神，谭松韵的演技和形象始终是话题的焦点。从《锦衣之下》到《请叫我总监》，她的每一部作品都成了热议的对象。她与一线男演员的合作，无疑加剧了她在娱乐圈的光环。然而，最近她与郑业成合作的古装剧《蜀锦人家》却不幸翻车，首播热度低迷，口碑崩盘。虽然剧中的表现并没有完全辜负观众期待，但却无法避免背后的尴尬。一部剧的翻车，为什么蜀锦人家会这么惨？当观众提到蜀锦人家时，不免会联想到谭松韵与郑业成的强强联手，而这部剧的首播却未能带来期待中的惊喜。播出仅2天，竟未能进入中国戏剧热度榜前10名，这样的成绩无疑让人失望。许多人纷纷质疑，这部剧究竟哪里出了问题？作为当红女星的谭松韵，在剧中表现的是否真的不如以往？她与郑业成的搭档是否缺乏应有的化学反应？或许这就是蜀锦人家让人失望的关键所在。尽管演员阵容强大，剧情却未能创新，角色设定也似曾相识，未能给观众带来新的感官冲击。作为近年来逐渐崭露头角的古装剧类型，蜀锦人家似乎走进了一个重复的死胡同。剧中的男女主角设定为典型的欢喜冤家模式，很多观众对于这一套路已经感到审美疲劳。尤其是谭松韵饰演的季莺莺，与《锦衣之下》中的如兰相比，角色似乎没有太大的突破。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引发了不少观众的不满，纷纷在社交平台上表示，谭松韵的演技没有达到她以往在其他剧集中的火花。而剧中男女主角的关系发展也显得平淡无奇，缺乏吸引眼球的亮点。谭松韵的瓶颈，舒适区之外的挑战。蜀锦人家尽管在开播时有着强大的演员阵容和剧本的支撑，但难以避免在剧情创新上的乏力。而谭松韵的演技是否也进入了瓶颈期呢？在与郑业成的配合上，谭松韵展现出的演技表现显得不够抢眼，似乎陷入了过于熟悉的舒适区。这种舒适区让她的演技渐渐失去了一些锐气，反而让人感觉到一种缺乏挑战感的疲态。谭松韵的过往作品虽然充满了甜美的气息，但也让观众感到她对于角色塑造的探索局限性。尤其是《锦衣之下》中的如兰一角，无论从造型还是演绎上，都让观众深深记住了这个角色。但是否意味着她能够突破这一形象，在每一部作品中都有着新的尝试呢？蜀锦人家中的季莺莺，更多的是一个熟悉的谭松韵式角色，从形象到表演，似乎没有什么显著变化。这不仅让谭松韵的演技显得局限，也让观众逐渐失去了对她角色的好奇心和新鲜感。剧中的角色设定与剧情模式过于固定，这种局限性直接影响了演员的表现空间。谭松韵想要打破这个困境，显然需要在角色的选择和突破上更具挑战性。如何避免陷入舒适区？如何在不同类型的作品中表现出更多元的自我，才是他未来能够突围的关键。陈小云的逆袭，一个配角的崛起。尽管蜀锦人家整体热度不高，但其中的一位女配角却意外地成为了观众热议的焦点，她就是陈小云。与谭松韵的平淡表现形成鲜明对比，陈小云在剧中的表现堪称逆袭，她的演技受到了观众的高度评价。作为酒楼老板娘玉玲珑的扮演者，陈小云成功摆脱了以往在《胡珠夫人》中的娇弱形象，带来了截然不同的表现。陈小云在《蜀锦人家》中的玉玲珑是一个性格爽朗、做事干脆的女性，她的个性鲜明，富有层次感。
尤其是在面对前夫的场景中，陈晓云用精湛的演技展现出了角色的脆弱与坚强并存。她没有让玉玲珑这一角色变得单一，而是通过细腻的情感演绎，展示了角色的复杂性和人性的一面。这种演技的突破，不仅让陈晓云从柔弱型演员中脱颖而出，也让观众对她的表演产生了新的认同。陈晓云的逆袭之所以能够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响，恰恰是因为她在与自己以往形象的对比中展现了极大的突破。她将玉玲珑的每一个细节都拿捏得恰到好处，将人物性格的多样性呈现得淋漓尽致。尤其是她与谭松韵饰演的季英英、郑业成饰演的杨静兰之间复杂的关系，充满了微妙的情感张力，为整部剧增添了不少看点。从胡珠夫人到蜀锦人家，陈晓云的演技历程。陈晓云的演艺之路并非一帆风顺，正是通过在不同角色中的尝试与突破，才逐渐走到了今天。从早期在胡珠夫人中饰演提篮公主，到后来的一念关山中的初贵妃，陈晓云的演技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。在胡珠夫人中，陈晓云成功塑造了一个深受观众喜爱的提篮公主，她与帝旭之间的虐恋让无数人动容。而她在一念关山中的初贵妃，更是表现出了她多面的演技，表面端庄，私下却充满心机。这种反差萌的角色设计让她的演技得到了进一步升华。正是这种积累，让陈晓云在蜀锦人家中能够脱颖而出，展现出她不为人知的演技潜力。她将玉玲珑的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，既有干练的个性，又有柔软的内心，这种层次感让她的表演更加生动。对于观众来说，陈晓云从一个不太被关注的配角，成功逆袭为整部剧的亮点，也让我们看到她未来在演艺道路上更多的可能性。结语：谭松韵的困境与陈晓云的崛起，国产剧演员演技的变革。蜀锦人家尽管没有获得理想的热度和评价，但它却让我们看到了两位演员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。谭松韵面临的困境，暴露了她在角色选择和演技突破上的瓶颈，而陈晓云的逆袭则让人看到了一位演员在打破自我局限，挑战更大演技范围时的潜力。无论是谭松韵的舒适区困境，还是陈晓云的演技爆发，都是国产剧演员面临的共同挑战。演员的成长不仅仅依靠外界的评价和剧本的光环，更依赖于自己在每一个角色中的不断探索与突破。而这种突破，既是对演员自身的挑战，也是对观众审美的提升。希望未来谭松韵能够摆脱局限，突破自己的舒适区，而陈晓云则能够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扬帆远航，带给观众更多精彩的表现。2. 蜀锦人家开播告诉我们，女配过于出众，女主地位或受影响。古装题材范畴之中兴起了一种崭新的类型，即大女主创业题材剧。已然完结的珠帘玉幕凭借珠宝这一媒介，讲述了底层的小人物挣脱命运束缚的历程，逐步从彩珠女成长为扬州女首富的故事。虽然故事开局稍显乏味，但越看越带感，逐渐被端午赵露思饰演身上的坚韧和智慧打动。而杨紫主演的《国色芳华》亦是属于此类型的一部剧集。该剧所讲述的是擅长培育牡丹的何为芳努力向前，逆势而上，最终达成成就济世救民，成为一代传奇的故事。同样从女性的视角进行故事的讲述，并且同样是大女主成长的路径。现今再度有一部属于同类型的剧作拉开了帷幕，《蜀锦人家》围绕着染丝以及蜀锦这一主题进行叙述，也讲述了处于困境之中的女性究竟是怎样重振家族的这般故事。从前期的剧情情形来看，其节奏的掌控可谓恰到好处，主角的人物设定也极具加分之处，着实是一部值得去欣赏的大女主剧。蜀锦人家的故事情节走向极其清晰明确，
既不会让人觉得混乱不堪，也不存在千篇一律的情形，仅仅通过3步就实现了引人入胜的效果。第一步，凭借窦景惠来引出继父被害的冤情。在季家处于繁荣昌盛之际的时候，恰恰也就是季家迈向衰败的时刻。于窦景惠上，继父凭借染出了最为绚烂鲜艳的曙红，由此成为了当地最为庞大的染织户，且曙红也转变成为了御用之物。有人对曙红的技艺心生嫉妒，蓄意谋划陷害继父。继父坚决不肯认罪，却遭都运官一刀斩杀。季家存有冤情，却无处申诉，最终仅剩下孤儿寡母3人。短短一场戏，凭借继父被害时的凄惨景象，既将其中纷繁复杂的关系予以了呈现，也暗示了谋害季家的幕后黑手，其手段之凶残与毒辣可谓至极。第二步，季英英将敌人转变为朋友，以此来化解染户所遭遇的困境。季家深陷谷底困境之中，众多染坊接连前来索要债务，季夫人以自尽来威逼，这才得以保住他们这些孤儿寡母，故而只能依靠染丝来偿还债务。数载之后，季家的子女们皆已然长大成人，季英英由谭松韵饰演，承袭了父亲的染丝之技艺，凭借着染丝而后售卖丝以偿还债务。在此期间，由于触怒了国舅爷，险些便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计。季英英精心谋划，促使国舅爷与自己一同行事，既为其他染户解决了没有地方染丝的难题，又让众人不再遭受花家的束缚与牵制。尽管花家势力颇为庞大，然而季英英并未安坐等待其发展，毅然决然地做出决定，联手染户展开创业之举，并且还拉拢国舅爷作为自己的依靠凭借。季英英自亲眼目睹父亲惨遭杀害后，便引领季家逐步步入正轨，并且携手染户一同创业，将女性的力量淋漓尽致地充分展现出来。与此同时，在讲述故事的历程中，还成功塑造了人物形象，直接且明晰地向众人呈现出了季英英所具备的3个特质：其一，极为聪颖；其二，极具泼辣之特质；其三，拥有非凡的胆略。这般的女性角色，并非依靠男性来予以救赎，而是将外力视作助力而非依赖，完完全全契合众人对于大女主剧的期望。蜀锦人家选定极具少女感的谭松韵来饰演这一角色，着实极为契合角色形象。然而这部剧中存在诸多女配角，即便在戏份占比并不多的情况下，依旧能胜过女主。原本在大女主剧当中最为出色的当属女主角，然而蜀锦人家开播之时却向我们表明，如果女配挑选的过于惊艳，那么女主就很难在舞台上展现光彩。第一位，由隋俊波来扮演季徐氏。在前期的剧情当中，最为令人感到悲情的角色，当属隋俊波所饰演的季徐氏了。她知晓丈夫遇害，实则暗藏着别样的隐情，然而为了能够守护住自己和一对儿女，只能将仇恨深深埋在心底，以致整日郁郁寡欢，且被疾病所困扰。初次亮相之时，隋俊波身着锦衣华服，那一身精致的蜀锦令其尽显贵气之态。待到陷入困境后，身着粗布素衣，自带一种破碎之美，无论怎样都堪称绝美。由于隋俊波的气质之中带有几分清冷的意味，相较于精致的装扮而言，反倒越是朴素就越具备韵味。不施粉黛，面容清瘦，脸色苍白之时，着实令人见之生怜，愈发让人心中生出对他遭遇的怜惜之情。当季家逐步迈向兴盛之际，隋俊波的装扮再度变得极为素雅，身着唐装，既彰显出柔美之态，又蕴含着些许坚韧之气，刚柔相济的美感着实令人深感印象深刻。隋俊波的外在形象与气质既能够诠释出年轻的古装美人，
还能够演绎出端庄秀丽的高门贵女，所以即便人物前后所处的情境存在着极大的不同，隋俊波也不会让人产生出戏的感觉。他的演技着实堪称登峰造极，尤其是带着一双儿女，历经艰难险阻，好不容易存活下来，却遭遇其他气焰嚣张、咄咄逼人的染户的逼迫，只能以死相要挟，方可保住3人的性命。那种绝望痛苦的状态，经由隋俊波的精彩演绎，极为令人揪心不已，将原本就苦涩的角色演绎得愈发苦涩不堪。泼辣的女掌柜虽见过不少，但当陈小云身着一袭红衣亮相之际，着实让人极为惊艳了一把。尽管陈小云身着一袭红衣颇为引人注目，然而她在剧中的扮相极为简约，其头发上紧紧绑扎着一根红色丝带，并且扎着2个普通的簪子，并无任何多余的装饰，依旧美得极具震撼力，属于只需看一眼便让人难以忘怀的那种类型。陈小云的长相具备一定的温柔特点，最为适合去诠释那种温婉动人的大家闺秀类型。可是玉玲珑却是武力值极为突出的女汉子，这般的设定，出场之时望见那故意姿势的客人风风火火地从楼上走下来，那大步流星般的步伐已然让人深切体会到了她的非凡气势。面对客人的调戏，她并未显现出来，脸上洋溢着笑容，可紧接着便将对方摁在桌子上猛灌酒，教训起人来时那气场简直极为强大。随后为在场的宾客提供酒水打折，其嗓音洪亮，即便隔着屏幕也能深切体会到他的豪爽之态。这一角色让陈小云突破了外形上的限制，展现出了极为精彩的表现。仅从谭松韵在蜀锦人家里的表现来看，实际上并不差。鉴于角色的设定处于他较为舒适的范畴之内，谭松韵把人物诠释得极为可爱且灵动。从外形以及演技这2个方面来考量的话，谭松韵相较于戏份占比较为有限的隋俊波和陈小云来说，还是略微逊色一些的。谭松韵的颜值并非欠佳，只不过当把她与2位女演员进行比较时，差距就显得较为明显。既没有隋俊波那般大气，也比不上陈小云五官那般精致且富有韵味，着实是处于被压制、被超越的状态。